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雨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雨，黄沙淘尽，旧梦醒。迢迢渐入寂，举壮志，算如雨，步步险中意，纵使真剑气，一命破残局。举朝气，冷落雨，缓缓虚实境，天地作棋，换成的乐趣。小南娃反了！立刻回营禀报长公主。殿下，萧巡劫杀信兵，我们与楚都的联系断了。边郡至楚都的驿站皆被萧巡掌控，谣言一至楚都，说莫破白狼案，云中3日必现，大军直取皇城。楚都现下如何？经营5万驻兵，州郡10万，还怕他萧巡呢？可怕的是，这天下之人都信萧巡说的拱卫楚都的鬼话，这样，他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带兵入城。萧巡若进了楚都，那阿宇必有性命之忧。谢纨在阿宇身边，虽然他心狠，但阿宇是谢家的倚仗，谢纨定不会让他出事的。你说的对。谢艳芳手中尚有一招至关重要的棋路，这一次，他一定会落这颗子。帮我叫小曼来。是。有什么事需要我做，你就直接吩咐吧。此间至楚都驿站皆遭截断，我想你率苍木寨弟兄，另辟蹊径，避开驿站，前往楚都，将我堂姐楚堂一家暗中护送，离开楚都。干嘛这么麻烦呢？直接让小曼把边郡的消息带入楚都不就好了吗？这山匪之言，谁信呢？现在楚都的舆论风向已经彻底偏向了胡家的萧巡。哎，那楚堂这一家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楚兰一介小小文官能有什么危险，值得咱们大动干戈的去救的？安平之乱时，伯父曾被萧巡利用谋害陛下，如今他是关键人证，必成各方争夺的棋子。拜托了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那你呢？打算回京？不。我要去另一个地方。爹，娘，你二人分离半生，如今在九泉之下，终能团圆了。只是，女儿也要走了。
阿爹未守完的城，女儿来守；阿爹未尽的仗，女儿来打。阿娘所愿的天下再无战乱，女儿来替您实现。听闻萧南王世子已至百里亭，到底是王爵子弟行动就是稳妥，想来不日便能解楚都之困了。世子自幼习武，麾下又是精锐之师，只盼快些来才好。楚将军一去，雍中郡乱糟糟的自顾不暇，哪有空管楚都的死活？幸好有世子殿下赶来坐镇。说来也是，长公主虽勇武，却终究年轻了些，这守城护国的大事，还是得靠真正的龙子凤孙。阿江，外边日头正好，你带阿唐出去透透气。这屋里的茶凉了，话也酸得呛人，再坐下去，我怕要倒胃口。好走不送啊！阿江，他怎么又生气了？世子是金贵，可若没楚将军用尸骨垒的城墙，长公主死守的望城，能轮得着你们几个坐在这儿喝凉茶说风凉话吗？我劝你们省省唾沫。阿江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有关系，何来求字？到底怎么了？我需要周家帮忙。谢大人光临寒舍，是所谓何事啊？本官来就是想问问太傅，当真要与那萧寻共赴黄泉吗？谢大人何意？恕在下难辨其意。萧寻已驻军百里亭，不断放出消息，说自己前来护驾，就等着城门大开，百姓夹道迎他入城。但太傅可知，这城门若开，我们所有人将面对什么下场？既是民心所向，谢大人应该劝的是楚都的百姓才对。来到我这里做说客，又有何用呢？看来太傅是铁了心，要向着那萧世子了。他们已经到达京营防线，再往前就是楚都。届时陛下要是再执意不开城门，往前一步就是吴赵动兵，蓄意谋反。当他们进入楚都，谢大人找一个理由把他们诛杀无赦不就行了？太傅明知民心不可逆，萧寻现在在楚都百姓眼中，那是翘首以盼的护驾功臣。若到时陛下执意拒绝，只会惹来民怨。所以谢大人意欲何为呢？必须让萧寻再惩叛党。谢大人的意思是，要坐实萧南王的谋逆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阻止萧寻入城。若他要强攻，也能让天下人知道，朝廷是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。这一仗若真是打起来，朝廷才是正义之师，再无后顾之忧，也能让天下人都臣服。阿宇的帝王之位，自然也无人敢质疑。那谢大人要如何坐实萧南王谋逆呢？太傅可知，楚兰曾经被萧寻收买，想将阿宇镇杀在楚原。你要拿楚兰祭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楚兰出事了，
楚家定然脱不了干系，届时长公主也难独善其身呐。成大事者，必有牺牲。我们只有揭穿了萧巡的谋划，你我二人才能将楚都的城门紧紧关上，不是吗？哦，本官还有一事好奇。你说当时萧巡给太傅的信，到底写了什么？说了半天，我算是听明白了。谢大人觉得一个楚兰不够，还要拉本官下水，彻底坐实萧南王的谋逆。可谢大人有没有想过，是不是正义之师，出师有没有名，你在意，陛下在意，我可不在意。休要指望抹黑我，留你们谢氏清清白白。又错了。我这次来只是想给太傅一个人情。有些秘密烂在肚子里，不如让它成为你的功劳。大人，谢家这是想一箭双雕啊！准备一下，今晚我要见楚岚。大人，府中搜遍了，却是一个人都没有。楚家的司令们都问过了，无一人察觉到异样。楚堂今天白日还与几位娘子聚会饮茶，回来后便如凭空消失了一般。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呐。我们念头刚起，别人就已经跑了。怎会跑得这么及时？按理来说，楚昭离开了楚都，这楚岚一家的信息就应该与朝堂隔绝了。楚岚也不像是会审时度势之人。该不会是长公主给他们传信的吧？萧巡拦截了异信，那楚昭是如何把消息送进来的？哼！哎呀，这谢三公子机关算尽，没想到却被自家的盟友捅了刀子。去给谢大人报个喜，就说他心心念念的正人长翅膀飞了。怎么就跑了？长公主在楚都，比我想象的更得人心。与楚氏有交情的世家中，昨日共有5家人出城，有的说是去乡下祖宅的，有的说是出城游玩的，还有今日有3家娘子白日里曾见过楚堂。咱们要不要去追？我们也是时候出去拜访一下。慢点，楚伯父。夫人，阿江，谢谢你。别客气，也不用谢我，
要是我祖父不同意，就算我想帮你，也有心无力。阿江，我需要你，助我一家离境。缘何寻我？这等大事，不该去求家主们吗？本是这么嘱咐我的，是世家盘根错节，利益牵扯。我思来想去，唯有你可托付生死。今夜亥时，楚园后门，我会派马车前去接应你。你的大恩，阿唐没齿难忘。快去歇息吧。哎呀，阿唐，那早知你二叔父女这般无用，还谈什么靠他们撑起楚氏门楣呀？哎呀，还是我儿有先见之明，与贵女们交好。这位夫人好大脸面，当真以为单凭闺阁情谊就能破开九门禁卫？若非长公主安排移兵布阵，又命仓木寨沿途清理暗哨，您当自己能活着走到这贵女的别院？你们是？是啊，我们就是你们这些人最瞧不起的土匪。我是长公主派来接应你的，别叫。你点点头，我就放开你。萧南王不是来拱卫楚都，而是杀来楚都夺位。朝廷为了揭露萧寻嘴脸，一定会翻出你爹当年差点杀了小皇帝的旧诏罪证，危险。殿下说了，这几个世家的家主都很可靠，你去找他们帮忙。老爷，小妈，快走！这庄子是祖上御赐的，兵部档案必有记载。不出半日，我们必然都会被发现的。哎呀，阿唐啊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对周家生疑呢？刚才的周家娘子是真心要帮咱们的呢。父亲，正是因为阿江真心相助，所以我们才不能拖累他呀。可是，那还磨蹭什么？跟我走吧。走，快！可是他们……哎，老爷，老爷。大人，出来总计一段。老爷子的散骑走得好生刁钻，只可惜呀，我弃子争先。谢大人，连六伯都深藏不露，却不知这一局争道要争得哪条道？当年宣王与臣下六伯，为争义子，误杀贤士。今日这局，我争的是陛下活。萧南王父子的刀，险些就砍在陛下的脖子上。楚兰便是见证，还望老太爷助陛下，对世人揭示真相。我周家
世代都是观其人。谢大人何必以其疾试探？老朽也不知楚兰所在何处。老爷子，你须知这乱世当中，早已无真正的观其人。大人都搜过了，没有。是。多有得罪，本官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夜风大，老爷子记得关窗。谢大人，请自便。夫人，你慢点儿。父亲，阿江送楚家出城的马车回来了，我们要不要早做打算？万一谢大人真的查到了什么，那……纵然江儿年少妄为，但既然答应帮了，便无需多言。这位执旗的长公主和咱们的谢大人的这场博弈，还有的看呐！太傅大驾光临，寒舍蓬荜生辉啊！这兰花生的娇贵，经不起圣人触碰。谢大人养的好花，只可惜根须已腐，强撑个表象罢了。谢大人寻了一日，可寻得想寻的了？哼！长公主人在千里之外，却能让世家鼎力相助，当真是手眼通天呢。太傅今日不是特意来讥讽谢某的吧？你可知楚昭现在在何处？他已快马加鞭直奔萧南郡，莫非以为萧巡会因父王被困而退兵？质子之见，长公主太天子平叛逆党，何错之有？殿下手眼通天，敢去，自然有底气。是啊，你与长公主原本目标一致，都是剑指萧巡，可你心心念念非要拿楚兰做那把刀，将整个楚家都拉下水。很显然，楚昭并不会同意。太傅言重了，只需您朱批诏书，昭告楚兰当年镇杀皇孙是受萧巡指使，那长公主就是奉旨平叛，出师有名，我在帮她，不是吗？太傅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兰死而香不灭。有些人活着反倒误事。谢大人真是好谋算。我先告辞了。太傅，都是为了大楚，减去枯枝吧。唉，这是什么？阿昭姐姐怎么会有罪？陛下不可呀！陛下，这封诏书是说他伯父楚兰有罪，您忘了，当初就是他要害您，所以长公主才带您逃离楚家。那这楚兰确实有罪。那为什么一开始没人告诉我？楚兰是楚姐姐的伯父，他有罪，楚姐姐必然会被牵连。眼下情势复杂，萧南王父子谋逆之心昭然若揭，但他以拱卫楚都而来，百姓民心所向，
朝中大臣也力荐大开城门，可他如果不费一兵一卒，就让这10万大军进了城，楚都无法抵抗，必将死伤惨重。如今我们要做的，是让全天下人都知道萧南王父子的罪孽，共讨伐之啊！你们欺负阿昭姐姐，就因为她的父亲不在了，你们就这样欺负她？阿玉，没有人要欺负你的阿昭姐姐，就算今日她在这里，她也会这么决定的。驿站虽然已被截断，但我之前派人出去打听到，萧巡揽下的是份捷报。就在不久前，你的阿昭姐姐率兵突袭朔漠王军主力，使其退后100里。而后不久，朔漠贼人贼心不死，又被你的阿昭姐姐带兵击溃。真的吗？不仅如此，当他听闻萧南王兵马围向楚都之时，便带兵攻打萧南郡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围魏救赵，我读过这个。没错，所以你不必担心，你的阿昭姐姐不畏任何艰险，没有人能轻易欺负她。她这是在护国护民，就算她的伯父有罪，也不会牵连到她。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没想到，本王还能与长公主有一战的机会。就那几千兵马，也敢来围攻我们萧南郡？什么将门虎女？我看呀，分明就是楚灵的一世英名，要败在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儿手里。这种小事啊，王爷不必管了，让末将去教训教训他。王爷，长公主想与您谈谈。长公主这来做事。既然他要谈，那你就跟他说，本王腿脚不便，不能出门。不过王府的大门为他敞开，他随时可以来谈。你我都知，此乃鸿门宴。你若进了萧南王府，那便是羊入虎口；你若是成为了萧南郡的人质，楚都恐会左右为难。你多虑了，太傅和谢艳芳巴不得我殉国呢。你信不信，他们连追封的谥号都想好了？此事绝非儿戏，你可当真想好了？我知道你的担心，萧南王这个老狐狸，连谋反都要打着护驾的名号。若是长公主死在萧南王府，你猜史书会怎么写她？这逆贼的罪名，不想担也得担上。所以，阿九可愿陪我赌这一局？当然，莫说是萧南王府，即便是黄泉地府，那也得去。这一次，我们都要好好活着，必须活着。
规制，倒是把想要当国君的心思给刻在门楣上了。那我就断了他这个念想。王爷的茶，怎能不喝？楚娘子好胆魄呀，就不怕本王在茶水里做手脚啊？本宫是镇国长公主，可与王爷马背争锋，刀下见血。若是允于阴鬼毒酒，岂不让天下人看了王爷的笑话？本王即使是屠户，也知道刀下留良将的道理。何况本王还钦佩楚将军，楚将军故去，本王还指望着楚娘子继承衣钵，怎会加害于你啊？谢王爷谬赞。既如此，便请王爷撤了围困楚都的10万铁骑吧，莫让百姓做了黄泉路上的枯骨。楚娘子是将门之后，一定熟读兵书吧？你读没读到过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啊？新朝立，旧朝亡，就像这香炉里的香灰，总得有人去扫，才能燃新香啊。若是陛下赐王爷金喜寿，享诸侯王权，王爷可能停战。长公主，王爷可自己传一国之玉玺，哪还需要什么惊喜啊？哎，楚娘子这退兵的筹码可不小啊！可你一介女流，怎敢承诺我诸侯王权呢？我若说能，便是能。本王现在明白了，你不是为了那小儿，也不是为了朝堂上的诸公做说客，你是为了天下的百姓做说客呀！好一个菩萨心肠啊！我不是菩萨心肠，本宫是大楚长公主，自是不能看大楚崩乱。本王之前说过了，一直钦佩楚将军，又十分欣赏楚娘子。你看，你与本王联手如何？如何联手？本王如果称帝，那阿寻就是太子，你依然做太子妃，以后你就是大楚的王后。我还可以答应你，掌管边军的兵权，且独立于朝廷虎符之外，如何呀？原来做萧寻的王后，还能换得这样的权利啊！本王没有跟你说笑。我知道，王爷是真心实意，但很可惜，本王给你的还不够吗？你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请王爷止战。哼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本王可以说服你，你没有资格说服本王。我也不是来说服王爷的，而是来威胁王爷的。你如何能威胁我呀？
萧寻。话说寻儿这孩子，至今还留着长公主的庚帖。当初她跪了3日3夜，说什么非亲不娶，长公主请旨退婚。寻儿一直不明白，她到底做错了什么。今日一看，答案是了然了。这位就是谢统领吧？早闻威名啊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当时宫变，统领率着轻骑破万军，真英雄也。王爷说这话当真有趣。我退婚是为了大楚的江山百姓，可不是因着儿女情长。王爷这般威名眼界，何谈逐鹿天下？好一张利嘴啊！不过本王没有忘的话，谢统领的兄长也是胸怀大志之人。如果来日刀兵相见，谢统领站在哪一边呢？我效忠的是陛下，是长公主，是大楚江山。谁谋害皇嗣，谋害长公主？便是我这剑锋所向。果然是以一敌百的英雄。少年有为。王爷可知，能以一敌百的不止谢统领，还有龙威军。龙威军？龙威军，王爷一定听说过吧？以少胜多，平了皇城叛乱的龙威军，那是我爹倾心尽力培养的。他们神出鬼没，可以伪装在各处。王爷又怎知，你这萧南王府就没有？若是王爷今日肯退兵，便当无事发生。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威胁？你想用龙威军杀了寻儿，还想杀本王？王爷大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赌局。城外5000兵马，城内5000龙威军。倘若里应外合，王爷又该如何应对？来人，准备上房，好好的款待长公主。房间里安排的那几个人可以撤掉了。内宫太查、七袭部不堪大意。王爷，谢燕来这小子却非寻常之人，有他跟着楚昭在，我们着实不好下手。宁坤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当年楚灵与先帝培养龙威军。这龙威军最可怕之处就在于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们何时何地会出现，是防不胜防啊！通知寻儿小心提防。是。这硕大的院子，连一声鸟叫都没有，真是静得诡异。小心！萧南王好雅兴啊，连待客用的茶，都是今年雨前的龙井，可惜茶凉了。明知这是鸿门宴，我们应当更加小心。万一萧南王真的下了毒，他不敢，至少现在不敢。萧南王要的是名正言顺4个字，若是长公主死在他府上，你猜，百姓的唾沫会不会淹了这座王府？你明知龙威军
根本就没有在萧南郡。方才汉那般的虚张声势，你就不怕萧南王看出破绽？其实我告诉你，龙威军的可怕之处是让人相信他们无处不在。别急，有人现在比我们更煎熬。萧南王生性谨慎，若无万全之策，不会轻易有所动作。他让萧寻进京，是因为他觉得时机到了。我们越是从容淡定，就越让他对自己的判断有所怀疑。等他觉得时机未到，自会让萧寻退兵。所以方才你在堂上，是对萧南王攻心，让他觉得自己并非百无疏漏，逼他自己乱了阵脚，从而退兵。不错，所以阿九不要心急，我们慢慢等就是。我们就耐心的等萧南王的决定了。听说这里是全萧南王府风景最好的去处，我们可不要辜负了王爷的一番美意。断肠苦枝残烧，衔泥沼，偏要生云霄。摘下傲骨悬柔成桥，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八幡夜烧出破晓。明明困望于囚牢，也不想向人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功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。纷纷扰扰，人间惊恐把你照照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八幡夜烧出破晓。明明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人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功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在方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云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云，黄沙淘尽。剑如纸，举中举，算如玉，步步现重云。总是真
世子，洛城距离楚都已不足100里。当地的世家大族限期3日之内前来拜访，我会应允他们，此城池交由他们的子侄来管理。当然，拒绝听命的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世子放心，宁先生已经给了沿途世家的名单，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。前方还有多少兵马？郡中有将近2万驻兵，楚都也正出兵驰援，但并不足畏惧。若他们反抗，便一战击溃，就可以长驱直入楚都。另外，还有几件事。说，长公主孤身入萧南王府，以世子性命，要挟王爷退兵。他怕是不知道，无情最是帝王家，什么父子，什么亲情，都是权力斗争可以牺牲的筹码。他竟妄想以此来要挟父王。楚都密报，谢艳芳已拟好楚岚满门问罪的圣旨，却压着没有发。好一个无情无义的谢三公子啊！阿昭怕是信错了人。楚灵一死，便立刻拿楚家祭旗啊！另外，我还有一事。哦，楚岚一家失踪了。跑了？那正好。若是楚岚尚留在楚都，我们反被掣肘。哼！不过靠楚岚那个草包自己能逃离楚都，定是楚昭暗中安排。那我们这个筹码拿在我们手中最好。传令，封锁所有要道，务必抓住楚岚一家。是。大人，萧南王的兵马离楚都不足100里，途中的百姓盲目加入，恐生事端。之前派出去给萧巡宣旨的大人呢？那位大人至今杳无音讯。谢艳芳猜的没错，传令信兵是假。看来萧巡要借此事硬闯楚都逼宫了。萧巡沿途散播谣言，声称奉诏进京擒王，他分明是借机煽动民意，蛊惑人心呐！最怕的就是这，都城中的百姓也被其蛊惑。太傅大人应早做打算，倘若任其继续蛊惑民心，大人，请您过目。长公主自己进了萧南王府，意图劝降。围魏救赵，长公主果然比之前更有胆魄了。谢大人呢？太傅大人，太傅大人，不好了，谢大人要带陛下走啊！这叫什么事？这是要带着陛下跑啊！荒唐！陛下到！谢大人，您这是要带陛下去哪儿啊？我要带陛下御驾亲征。万万不可呀！谢大人，谢大人，你知道现在情况如何危险吧？正因如此危险，陛下才必须亲征。于私，萧南王父子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他理应为自己的父母报仇。于公，他身为天子，当以社稷为重。如今叛党蛊惑民心，只有陛下亲征的消息放出去，才能揭示他们叛逆的本质。如若萧南王父子就此退兵，那陛下亲征的就是朔漠；如若不退，那陛下讨伐的就是萧南叛党。太傅，陛下与我等你的圣旨。
方既已入局，那这盘棋也就该分出个胜负了。唉，萧南王一直以为此时是他的机会，但他不知，此时也是谢艳芳的机会。 楚大人如此匆忙，是要去哪儿啊？世子请您过府一叙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我们一家与世子殿下素来无冤无仇，还望大人高抬贵手啊！啊！这一别多日，楚先生怎么这般憔悴啊？看来这长公主对你们一家照顾不周啊！世子殿下，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我本想着可以装疯卖傻的苟活于世，可是当今朝廷却因为当初那件事，不让我活命呢。楚先生的意思，似乎是在怪我。不敢，殿下，不敢呐！世子殿下，楚先生放心，我不是那般无情无义之人。你们一家且在这洛城好生歇息，待我入了皇城，见到陛下，定会帮楚先生洗清冤屈。多谢世子殿下，多谢世子殿下，多谢世子。阿唐娘子，可愿替你父亲助我一臂之力？阿唐娘子游走在楚都权贵之家，察言观色，察觉事态不对，便立即决断，带着父母逃离了楚都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我是听到了一些消息。你是从何处得到消息的？是阿昭带给我的消息。果然是姐妹情深啊！这长公主远在千里之外，竟还能给你传递消息。但你可知，你们这一逃，更加坐实了朝廷对你们的指控啊！若有一日，我父为帝，我定为太子，阿唐娘子可愿做太子妃？长公主这手倒脱靴用的妙啊！莫不是觉得楚兰的废物能进我儿的身呢？世子3败于我，见着破绽岂会不咬？明知是儿也要吞。殿下这么了解我儿，那当初为什么要毁了那么好的一段姻缘呢？猎手自然要了解猎物，不过我可不信什么虚情假意，我只信自己手中的刀。可惜啦，楚兰那墙头草啊，她不配做你手里的刀。殿下的伯父是何秉性，你应该知道。就算他接近了我儿，贪生怕死之辈，又岂能成得了什么大事？王爷又怎知我没有留后手？知道你那个姐姐嘛，可是殿下又忘了，就连你自诩清醒，都意乱于我儿，更何况区区楚堂？殿下，妻子认输吧。世子，需要我做什么呀？如今楚昭带着兵马围困于萧南郡，所以想让阿唐娘子帮我劝劝楚昭，保我父亲安全。世子殿下，这我如何能做到啊？阿昭现在贵为长公主，我如何能劝得了她呢？阿唐娘子，好在苦日子里都能活得肆意，
即便楚昭再不信任你、戒备你，但我也相信，你一定有办法可以取信于他。人人都在楚昭赢武，能在战场上厮杀，但其实，在人心中厮杀，亦是巾帼英雄。楚唐，你可愿位于万人之上，受到人人敬仰？世子，真的会娶我吗？王爷看世子，自然风姿卓绝，但世上有一种人，最是难动摇。就如我堂姐，她只信自己手里可以攥住的东西。她向来不看风姿，只懂分寸。分寸？那长公主以何物为尺，量她心中分寸呢？更何况我儿最擅长的就是将他人之所念变成自己掌中之玩物，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。这世上啊，能够打动人的，无非是力与诚，我儿二者兼备。长公主又能多于你堂姐几分呢？可民女不似楚昭身后有边军，有倚仗，纵有楚姓，又怎堪配世子青云？阿唐可知，这世间最难解的，不是权势，而是真心。就像从前我对楚昭一样。殿下既然对妹妹有情，那为何如今又过来找我？因为他不信任我，还要杀了我。我相信你与楚昭不同，定然不会将我的真诚弃之敝履，对不对？我既已诚心待你，定会跟你说个明白。当年求娶阿昭，颇为利；如今求助阿唐，是为孝。父王为我倾尽心血，身陷困局。若是阿唐能修书帮我劝退楚昭，此恩萧勋永世不忘。民女不敢。你看，世子殿下如此孝心，可见日月，可见日月呀！阿唐娘子，可愿助我？楚娘子，这局气数已尽了。那我便赌一个变数。王爷既然眼下奈何我不得，不如我们再赌一局。哦，赌什么？就赌我手里的这把温柔刀，能不能剖开你儿子的虚情假意。世子，这药当真只需少许，就能要人性命吗？我自幼长于深闺，我从来都没有杀过人，我害怕。凡事都有例外，我相信阿唐娘子，毕竟你袖口里的匕首可比这药利多了。多么漂亮的云铁匕首啊！你说，要不要先拿令尊试试刃？世子，我愿亲手杀了楚昭，为世子效力。殿下饶命啊！殿下，阿唐娘子，方才已经骗了我一次。我这次什么都听世子的，放了我爹吧。殿下，殿下饶命啊！
你来，来。不是说听我话吗？起来！我让你来，拿着。就像这样。阿唐，让楚昭好好看看他的姐姐有多么狠心。谁敢动手，我就杀了他。世子教得好，我这弑父的戏码演的可还像？还不快束手就擒！你们谁要是敢上前半步，我就割下萧群的皮肉。如果不想让你们的世子受凌迟之苦，那就都给我滚远点！哎呀，阿唐，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？快放了世子殿下啊！快放了吧！爹，你忘了方才他又杀了你吗？这……世子，你的私章在哪？在袖口的如意香囊里。阿唐娘子好有手段啊，连父母都瞒过去了。世子，你的印章可真好看。世子，属下无能，没能发现主家仆人，竟是刺客假扮。本医并非故意隐瞒，只是父母性子纯善，我怕说实话吓着他们。楚昭许诺了你什么？什么许诺不许诺的？我跟他本是一家人，他日子过不好了，我也就没有好日子了。这都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看来相比起楚昭，我还是不足以能够让阿唐娘子相信，王后之位，当真是没有在哄骗楚大娘子。阿唐娘子自小家世单薄，若我登上那个位置，你我二人便是天作之合，何苦屈居楚昭之下？还是说，阿唐娘子觉得自己做不好王后，觉得与她相比，不过是差了一个有权势的父亲？我父亲很好，但你若与我合作，你的父亲便是国丈，我以兵符为聘，到时你的父亲手握大权，岂非比如今啊？阿唐，你贱人！萧南王都未曾动世子一根手指，你竟敢！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世子恕罪，我平生也是头一回打人，实在是别无选择。阿唐姐姐，你要打他，喊我啊，我保证让他疼得记一辈子。我不是为了打疼他，也不是为了想打他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打这一巴掌，只是为了断自己的后路。世子许诺的皇后之位太过诱人，我怕再听下去，我真会信了这镜花水月。你快把这个给阿昭送过去，再晚我怕我后悔了。做梦！外头全是王府亲兵，你们连这个屋子都出不去。这下把世子的心腹也得罪透了。我要杀了你！阿唐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绑了世子是死，不绑也是死。我们现在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了啊！父亲，既已此，我们要想办法死中求活，绝处逢生。阿昭让我制住萧雪，随后等他消息。这局，你有几成把握？
萧南王有7个子女，萧玄只是其中之一。在他们这种人眼中，并没有什么骨肉亲情。就算是楚唐真的控制了萧玄，但不代表萧南王就会放弃。萧玄可以死，但萧南王却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我都知道，但是再等等看。到底在等什么？在等谢三，等他带阿宇御驾亲征的消息。你倒是信他。哼，连隔空联手都做得那么有默契。我只是觉得他应该懂我这步棋。他不只懂你，他懂天下所有人。这谢三能得到长公主的信任，倒是让人不意外。阿九，你这语气，莫不是……我只是提醒你，谢三此人最擅长黄雀在后。他此番这样帮助你，定是另有居心。那又何妨？我可不稀罕谢三公子的真心。公子，公子，各州府之前败退的官兵正陆续赶来，加上随御驾出征的8万大军，共约15万人马。萧南王虽号称有20万大军，但大多数都是沿途强征的数万百姓。况且，我们自己还有3万人，已秘密从高阳离开，可随时给予萧南王致命一击。不错。传令下去，速速集结，我们准备出发。是。可千万别让长公主见下，等着急了。公子这次与楚昭不谋而合，当真默契。楚昭请萧玄为质，公子劝动陛下亲征，这连环计，使得妙计。萧南王一生所求，不过4个字：名正言顺。可我偏要让他既失大义之名，又丧父子之情。王爷看起来似乎不太开心，是因为阿姐不负所望，真的抓住了萧玄。我一直告诫我儿，丹药要成，火候最重要。可是他太急躁了，让你们得了先手。不过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就赢了？萧玄被抓，他的命在我们手里。本王有一妻，妾三，共生养了7个子女。所以王爷的意思是，这个儿子的死活无关紧要了。阿寻他很孝顺，所以就算他血溅3尺，也不会让别人用他的性命来威胁他的父王。我登基以后会追封他为太子，不如我追封你为太子妃，和他泉下相伴呢。
你敢？果然，天家无父子。殿下不也是在宫变中踩着鲜血才登上长公主的位置吗？怎么你天真的以为你抓了阿寻，本王就能投鼠忌器？既然王爷连世子的性命都不顾了，想必乱臣贼子的名头更不在乎了。本宫收到消息，陛下即将御驾亲征。王爷猜猜，御驾讨伐的是朔漠，还是萧南？若是后者，那这叛国之罪可就洗不掉了。本宫应承你，若现在收兵，王爷依旧是王爷。你不是应该求本王登基的时候放过那小儿一命吗？或者你现在归顺，我也可以饶你一命。萧红，我和陛下用不着你饶命，你也没有机会与陛下一战。萧寻被擒，他带去楚都的萧南大军群龙无首，必然一击即溃。待陛下的铁骑踏平萧南之日，你与朔漠的蝇营狗苟的密信将会贴满各州城门。到时候，云中的20万边军都等着砍你萧南全族的头颅。本宫会让人把他们一颗一颗挂在城楼之上，示众。史官的笔，本宫也为你备好。逆贼萧红，通敌叛国，灭满门。萧南王府的每一条人命，他们挨的每一刀，都在替你赎着万世骂名。你以为本宫抓萧寻是为了要挟你？本宫是要让你知道，我能随时取他首级。若你再执迷不悟，本宫会让你消失王府，连条枯坟的野狗都不是。火候再重要，也得火燃得起来吧。萧红，只要本宫活着一日，萧南就休想染指皇位。王爷，这站久了伤腿，要不要坐下来聊聊？小丫头，你以为这局棋是由你来收官吗？本宫要的很简单，退兵，留萧寻为质。王爷依旧是萧南之主。可惜啊，这天下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。事到如今，就算本王肯退，也有人不让本王退。谢艳芳已经带着小皇帝来到了阵前，御驾亲征啊，万民称颂，气势如虹，势不可挡。你谋划了这么久，就替人做了嫁衣，你甘心吗？我只知道，王爷必须得答应我的条件。王爷7岁摔马断腿，先帝却对此多有挑剔。您苟活至今，竟当真甘心死在我一个小女子手里？长公主体恤王爷，特意为王爷准备了降书，只要王爷盖了大印，即刻发王出。本王为了平息本次叛乱，连世子都交出去了。你又能给我什么呢？镇国王的称号，王爷以为如何？
长公主信上第一句话，倒是开篇明义啊。此战绝不能打。长公主说，她已擒获萧南王世子萧寻，以萧南王全族性命胁迫，萧南王已被迫退兵，但求朝廷赦免其父子之罪，仅令萧寻入京为质，封萧南王为镇国王。长公主这是不是太客气了？不罚就算了，还给萧南王加封？荒谬！谋逆大队，岂能轻赦？依老臣之见，该让萧南王亲自回京请罪才是。长公主信中所言，朝廷虽兵强马壮，可朔漠蠢蠢欲动。萧南王蓄谋已久，若战事持续，恐天下大乱，10年难平。萧南王有反心而无反骨，若挫其锐气，他必定步步谨慎。因此，朝廷便可不战，而屈人之兵。不战屈人之兵，就如同锦衣夜行。就算我们肯，那谢大人肯吗？如今陛下已经集结人马，准备御驾亲征，我们却在后方与萧南王讲和，骂名可想而知啊！如今太傅身边拥者众多，能和谢氏分庭抗之，全赖先帝托孤，让太傅手握玉玺。他们依附的不是你，而是你手中的权柄。乱世太平靠武将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君王之命尚且如此，又何况是监国之权？所以邓大人，你是要当乱世的太傅，还是要当盛世的太傅？懿旨。是。朔漠犯境，陛下亲征。萧南王本意派兵拱卫楚都，然世子萧寻一意孤行，图谋不轨，令萧寻独自入京请罪。萧南王大义灭亲，终结可嘉，特敕封萧南王为镇国王，以彰其中。世子快请起。父王之事，赦了我。王爷他是不得已的，世子莫要埋怨王爷啊。我埋怨父王做什么？妻子就要有妻子的去处。楚昭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此去楚都，务必小心。楚昭。确定已经安全了吧？放心吧，早就安全了。楚大老爷还有大事要等你去做呢。大事？什么大事啊？长公主说你们要随同萧南王世子回京，你立下这样天大的功劳，还不赶紧去面圣等封赏啊？对呀，我们是立了功的呀，是应该去领赏嘛。啊，走，领赏去。老爷，你真要去啊？不会又让我们去送死吧？不是，这可是我们一家人用性命换来的呀，是真真切切的呀。爹爹记得多跟陛下要点封赏，毕竟
我也是舍弃了一个世子妃之位呢。那是自然啊。走，去领赏。好。领赏去。母亲慢点。快一点呀！臣等恭请陛下圣安。平身。谢陛下。太傅日夜操持朝政，辛苦了。为陛下守好江山，是臣的本分。有太傅坐镇，吾才能安心出征。太傅是功臣。只是，似乎未见谢大人。舅舅主动请去萧南君善后，等萧南解决后，再回京。事关重大，谢大人一人决断，会不会不妥啊？那是姑的血缘至亲，能有何不妥？太傅是觉得舅舅处理不好萧南君的问题吗？臣不敢妄言，一切全凭陛下做主。皇叔的车驾已经进城了，后续事由就交给太傅安排吧。臣遵旨。送世子到别院，多派些人手，务必让世子住得安心。是，将。千秋万代，他们竟真把世子当囚犯。败军之寇，何谈礼遇啊？本该是世子您风光入城，楚昭用世子做威胁，王爷为了世子只能收兵，功亏一篑。父王收兵，究竟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名声？你我都心知肚明。但无妨。就算父不辞，子也得孝啊。你说是不是？世子，不必安慰我。楚昭这局布得精妙，先用龙威军胁父王，投鼠忌器，再联合谢艳芳，哄骗我那小侄子御驾亲征。父王行事如此谨慎，自然不会贸然出兵。王爷怎能如此？父王一生最重名正言顺四字，如今却差点被楚昭和谢艳芳联手盯上谋逆的罪名，自然会断尾求生。我错就错在又轻看了楚昭，不曾想他竟是如此狠绝之人。拿我赌萧南君，拿萧南君赌天下人心啊！若世子相走，属下拼死也会送世子出城。急什么？既回了楚都，那便再陪楚昭，把这一局棋下下去。断肠苦枝残烧，衔泥沼，平遥成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八分一双烛火笑。冥冥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人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功寥寥，我自桀骜，不忧雨露沧海，不问今朝。
不问结局，我已心我到。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戳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。纷纷扰扰，人间惊空把你照照。星火在缝隙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相信能低头求饶。总是如风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心我刀。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